给我瞄准了打。哦，先中了一拳。去你丫的！两个人对拼，然后又中2拳。哦！军人拳王周志鹏苦练3年铁砂掌，登上擂台，狂轰老外20多拳，成功击败伊朗拳王，完成复仇。3年前，周志鹏在迪拜客场作战，结果在拳法上吃了大亏，不仅被对手当场打得人仰马翻，还以微弱的点数输给了波斯弯刀伊萨。从那以后，周志鹏便自学苦练3年铁砂掌，只为有朝一日能找回曾经丢失的荣誉。本场比赛，他的对手就是来自伊朗的拳王伊萨。有着波斯弯刀之称的他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善茬，不仅与世界名将沙玉郎和萧沙狂等多位泰拳高手有过交手，还曾凭借一己之力称霸了伊朗拳坛长达10年之久。而自从他3年前在迪拜客场作战击败周志鹏之后，这家伙便开始了在中国拳坛的征战之路。在华3年无一败绩的实力，也是给了他统治中国搏击市场很大的信心。此次周志鹏重振旗鼓，登上擂台发誓一定要击败昔日劲敌，以此来洗刷这3年遭遇的冷眼与嘲讽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周志鹏是如何复仇成功的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短裤是中国选手周志鹏，黑白短裤则是伊朗拳王伊萨。伊萨这家伙的实力可以说是绝对的不容小觑，在全球各地都打过比赛的他，还曾获得过世界泰拳锦标赛的冠军头衔。而3年前的他正处于职业巅峰，能打时期，无论是拳法还是腿法都处于顶尖水平。自从他客场作战击败了军人拳王周志鹏之后，这家伙便口出狂言，表示中国功夫根本不堪一击。反观周志鹏，在那3年的时间里，也刻苦训练，将铁砂掌融入到了拳法当中。此时两人一上来，并没有急着发起进攻，而是用简单的拳脚进行试探。比赛中的腿受伤了啊！我们现在这个比赛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可以提这个憋得相当难受了。是，这个因为腿受伤了。对，因为这个比赛啊，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，他们这个身体的状况呢，这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对，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出酒店的门啊，为了保证自己不脱腿。那么周志鹏的拳法呢，是我们一直所看到的，表现得非常的犀利。是，而伊萨可是战胜过这个克劳斯，也在迪拜战胜过周志鹏。虽然周志鹏自学苦练了3年铁砂掌，但3年前的失败却一直深深地烙在了心中。此时面对伊萨的步伐压制，周志鹏并没有发起大幅度的进攻，而是且战且退的向后拉扯，伺机寻找猛攻对手内围的机会。反观伊萨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则非常强烈，在攻防兼备的同时，还无时无刻都在逼近周志鹏的内围做动作。看来即使经过3年的时间，他也根本没有将这位手下败将放在眼里。不过周志鹏早就已经不是3年前的周志鹏了，如果按照之前的想法，那伊萨今天绝对会输得很惨。虽然抡摆的幅度很大，但我们看他的落点真的是还是保持了这种选中线的这种方式。其实呢，他这个打法跟他这个绰号啊，真的是有关系的。我们看到这个波斯弯刀，我们知道他这个刀的造型本身就异于这个平常我们这个刀，没错。而且这种刀法在使用的时候，这个方法呢也是有益于这个正常的我们刀法的使用的，没错。是，我们看伊萨现在的有效打击数提起来了。而且伊萨在这个可以说在中国被中国观众打克劳斯那场比赛，我还记得挺深，就是经过第1回合的试探，两人对彼此的实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，而看似双方出拳出腿都没有用多大力，但实则却是各怀鬼胎的寻找对手的防守漏洞。要知道，这场比赛对于周志鹏来说非常重要，不仅能洗刷自己3年前受到的羞辱，还能证明中国功夫和中国实力。不过这位伊朗拳王的出招实在是太过于诡异，看似是在虚晃试探，但所打出的每一拳都有着致命的威胁。奈何军人出身的周志鹏输过怕过就是没怂过，更何况他的儿子还在台下观看比赛，他岂能让对手占据上风？耳机的频率，我们看他的儿子啊。周志鹏这个小宝宝还在下头支招呢，老爸高鞭腿重拳，没错，周志鹏在换架。是。我们当然知道周志鹏肯定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战术，包括他自己也是这个教练。扫踢，这个真有点上阵父子兵的意思，还真是啊。而且其实我们从这个看出来啊，这个运动员呢，只要伊萨有一丝进攻的苗头，那周志鹏绝对会在下一秒用更加精准有力的拳头招呼到对手的头上。这场比赛，周志鹏可谓是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与质疑。
自从他在迪拜输给伊萨之后，便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职业低迷期，在遭遇其他选手嘲笑的同时，内心还极其的不自信。而两人二番战的消息传来之后，支持周志鹏的拳迷粉丝更是寥寥无几，甚至还有部分小黑子扬言周志鹏只会丢中国军人的脸。反观周志鹏面对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也是既紧张又激动。如果再次输了比赛，那他绝对背负更大的骂名。伊萨掏进去了。后手又塞到，又有了，又一次。我们看伊萨的这种拳法，不像是那种标准性的这种拳法，是，他是依靠自己的这个对时机和这个战机，是属于那种典。伊萨后扫，两个人换腿，我先出了一个右手，伊萨认为周志鹏打了对方自己的脑袋。然后周志鹏在前2回合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难道你没看到吗？在国际拳坛打过多场比赛的伊萨，不仅有着丰富的擂台经验，还有着极其成熟老练的打法战术。此时到了比赛的最后，两人也都不再保留体力，而是用激烈的拳脚互换抢夺为数不多的有效点数。按照两人这架势来看，貌似都没有将比赛结果交给裁判的打算。不过双方的身体素质都是顶尖水平，所以想要 KO 对手完成终结恐怕是比较困难的。在拼拳换脚这一块掌握了比赛节奏的伊萨虽然很强，但周志鹏今天可是带着复仇的目标而来的，就算差也根本差不到哪去。就出现了空当，周志鹏刚才这个有压脸的嫌疑，而伊萨应该是滑倒了，也非常聪明。并没有打，我们看到了，并没有打。对，但是伊萨不断在给裁判。场上的地面开始出现过多的湿滑的情况。周志鹏是个反将啊，我看伊萨现在先中了一拳，两个人对拼，又中了2拳。被打趴在地的伊萨绝对是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还想在内围拼拳的他，殊不知早就已经被打开了防守漏洞。此时比赛优势的天平也慢慢的朝周志鹏开始倾斜。如果伊萨想要拿下胜利，就必须在最后的时间里完成 KO 才有一丝希望。不过擅长用脑子打比赛的军人拳王岂能眼看着失败再次重来？随即便拿着更加精准且密集的拳头发起新一轮的猛攻。擅长施展腿法的伊萨，此时在擅长施展拳法的周志鹏面前，根本就没有任何发挥的机会。看来他在华不败的战绩马上就要被终结了。这个伊萨有这个对周志鹏的后脑子有换一下。周志鹏的脚步要再快一点，对，后手，倒地换拳，这场比赛越来越不好看了。周志鹏连续摆拳，击中了。这个1分钱3分钟的时间，就看谁的时机了。对，裁判出的场难题啊，这个前后手，伊萨现在主动进攻的太少，最后10秒钟，碰一下。还在咬牙坚持的伊萨，居然还有体能做无谓的反抗。反观周志鹏，则依然保持良好的状态，与对手进行对峙。3个回合的比赛终于结束了，两人究竟谁能获胜？相信大家的心中也都有了答案。虽然周志鹏的脑袋上被打了一个大包，但这些在复仇成功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。最终，周志鹏成为以点数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中国选手周志鹏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